话罢，楚风便走了出去，但赵氏仙族众人却已经将楚风包围，封锁了楚风的退路，分明想阻拦楚风。可那名女子眼神扫过，那些人不仅没有动手，反而退散而去。楚风意识到，若不是这名女子在场，赵氏仙族的人怕是不会让他就这样将资源带走。于是楚风对其抱了抱拳，谢了，公子不必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赵听雪，乃赵氏仙族族长之女。那女子此话一出，围观之人面露惊叹，终于知道为何那些不可一世的赵氏仙族众人对他毕恭毕敬了。搞了半天是族长千金，对于众人的反应，赵听雪很满意。他说出身份，为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于是看向楚风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无名。楚风回道，公子没有名字。赵听雪面露诧异，我的名字叫无名。楚风回道，他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。虽说赵氏仙族的赵道斌欠他一个人情，可赵氏仙族的底细楚风还不清楚。况且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莫说此刻赵道斌不在，就算赵道斌在，楚风也并不信任赵道斌。眼前这位赵听雪也是同理，那不知无名公子这几位朋友如何称呼？赵听雪将目光投向王强和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三人。无声。小鱼儿道，无趣。仙海少羽紧随其后。无德。王强道，小鱼儿和仙海少羽齐刷刷的看向王强，不是诧异王强没结巴，而是惊讶他取的名字。但楚风却淡淡一笑，对于王强他早习惯了，原来几位出自同一世家，难怪。我想请几位公子一叙，不知可方便？赵听雪说话间，大袖一挥，一座宫殿拔地而起，那是宝物所化。抱歉赵姑娘，我们还有事。楚风想了一下，还是拒绝了。无名公子，只是简单聊几句，不会太久。若是你们愿意，我愿拿出这些作为邀请。况且我的修为与赵苍劲一样，你们若要走，我们也拦不住。赵听雪说话间，不仅展示出了4品真神的修为，还将100颗银色碎石拿了出来。要知道，楚风从那赵苍劲手中，总共也只是迎来了500颗银色碎石，但那毕竟是切磋所得。况且楚风还要用了激将法，不然可得不到那么多资源。赵听雪可谓诚意十足。怎么看？楚风并未自己做决定，而是看向了小鱼儿等人。听带哥哥的。小鱼儿说道，听无名兄的。仙海少羽也是笑道，这位姑娘如此有诚意，咱就给个面子吧。王强走到赵听雪面前，大袖一挥，直接将那100颗银色碎石收了起来。他和楚风不分彼此，直接替楚风做了决定。几位请。赵听雪将楚风等人送入宫殿后，却于门口驻足，看向那低头丧气很是郁闷的赵苍劲。赵苍劲，你也一起？我。赵苍劲此时虽好了一些，但还是非常虚弱，何况让他与那刚让他吃了大亏的几人一起，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他不太愿意进去。一起。赵听雪再度说道，可见赵听雪目光坚定，他也是迈着虚弱的步伐走向了宫殿。当赵苍劲随着赵听雪进入宫殿之时，楚风几人已是自觉入座。见赵苍劲走进来了，王强也不给面子，而是故意说道，赵姑娘，你人美心善，怎么赵氏仙族这些人那般狂妄无礼？不讲道理。闻言，赵苍劲面露不爽，可刚说些什么，赵听雪的手便拦在了他身前。赵苍劲那不爽的话语也是硬生生的咽了回去。赵苍劲还不向几位公子赔礼。赵听雪看向赵苍劲，闻言，赵苍劲面露惊色，听雪，我凭什么向他们？可赵苍劲话未说完，赵听雪便道，你摆下此局，就应当提前告知你们非小辈，有错难道不该认？赵苍劲依旧不肯低头，他们自己贪心，怪我作甚？见状，赵听雪也并未多言，而是对着楚风等人施以歉意之礼。我代我族人向几位赔礼。赵苍劲乃我赵氏仙族执法长老赵道斌前辈的孙子，他父母早逝，赵道斌前辈也是对他有些溺爱，便导致他做事比较强硬，但其实他本性不坏。赵听雪此话直接说出，使得赵苍劲脸色难看。听雪，你与这些外人说这些做什么？只是介绍你，也是实话实说，有何不妥呢？赵听雪反问。赵苍劲很想反驳，可最终还是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只是他不知道，赵听雪的这番介绍却让楚风有些意外。原来这个赵苍劲是赵道斌的孙子，好家伙，这修武界说大很大，说小也是真小啊。赵道斌若是知道他孙子找你们麻烦，不知会是向着他孙子，还是向着他的恩人呢？淡淡笑眯眯的感慨起来。他设下擂台本没有问题，只是没有提前告知人们他并非小辈，确实有失公平，但若不挑战便也无事。说起来也不算是找麻烦。楚风对淡淡说道。此刻赵听雪也拉着赵苍劲入座了，入座后便看向楚风，无名公子，你那资源不知道从何而得？对此楚风早预料到了，他那资源虽是假的，可却是仿造龙卓岩给他的资源仿造的。于是楚风也不遮掩，将那些资源直接拿出，手掌一推，便飘向了赵听雪。眼见那资源飘来，赵听雪与赵苍劲皆是目露惊叹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这资源可比他们手中的还要好，就像抓到手中，仔细看看，可是靠近之后，那些资源却化作结界气焰飘散开来，怎么回事？赵苍劲不解，倒是赵听雪笑了，无名公子好手段，伪造的资源竟如此逼真，什么伪造的？闻言，赵苍劲先是一愣，随后恍然大悟，猛然起身之时，已是气得青筋满面，恶狠狠地看向楚风，我他妈弄死你！轰，还来不及出手，一股7品真神的武力便将赵苍劲困住。是赵听雪，他周身3重神圣的金色气焰缠绕，是赵氏仙族的血脉之力。先前赵苍劲也是凭借这手段将修为提升到的7品真神。听雪，
他敢忽悠我们？赵苍劲咬牙切齿，是忽悠你，不是忽悠我们。另外，你自己上当，那是你自己蠢，要怪也要怪你自己。安静的坐着，莫要再丢人现眼。赵听雪花落，手掌微微下落，赵苍劲便再度坐了下去。赵苍劲眼见赵听雪不向着自己，他也只能坐着生闷气，打消了出手的念头。赵听雪则是看向楚风几人，几位应该是当代修武者吧？楚风应道。小鱼儿紧接着道：你们不也是这个时代出生的？我一直不懂，你们为何非要以远古自居？那个时代明明已经过去了。闻言，赵听雪淡淡一笑，是传承的区别，总不能忘根吧？若远古没有先辈，我们也不会传承至今。我们当代修武者，总不可能是石头缝蹦出来的吧？小鱼儿又道。对此，赵听雪笑得意味深长，但倒是没有多言。而楚风知晓一个观点：当代武者也好，远古武者也罢，其实都是传承自远古，而并非当代武者是这个时代才诞生的生命，只是在此期间，所有生命陷入沉睡，苏醒之时已过去许久，历史出现了断层，因此时代也有了当代与远古之分。既是这个时代出生之人，自然也更愿意以这个时代之人自居。之所以很多人仍以远古修武者自居者，大多因为他们所在家族或势力在远古之时强盛繁荣，而当代武者的祖辈在远古时期大多平庸弱小，远古时期可能只是平民，是如赵氏先族这种势力看不起的角色，连做他们的仆人都不配，是蝼蚁。可因某种原因，赵氏先族这种强大家族在这个时代都被困住，是最近这几年才陆续解除封印。因此在时代初期，哪怕他们的祖辈苏醒，却也只能在阵法世界内繁衍，而那些曾经远古时期较弱的修武者们苏醒后并未被困，便有机会得到大量传承，就此快速崛起。可尽管当代武者已经崛起，如赵氏先族这种势力依旧看不起当代武者，始终觉得当代武者不过是捡了便宜。纯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，对当代修武者的鄙夷根深蒂固，甚至因此衍生出了敌意。所以尽管也都是当代的人，可他们依旧以远古自居，是觉得他们才是修武界的正统。几位莫要担心，我对诸位没有敌意。既然你们是当代修武者，那对这血脉机缘山应当了解不多。其实我是看几位很有眼缘，想结交一下。而关于血脉机缘山，我赵氏先族正好了解一些，若是你们需要，我可以提供一些消息。赵听雪此话一出，王强赶忙开口：赵姑娘，我就说你们美心善吧，不过事先说好，那资源我都收下了，就算你是好心，也不能退了。放心，那是见面礼，怎么会要回来呢？赵听雪淡淡一笑，旋即又说道：机缘血脉山开启之后，会有很多个山头，每个山头都有一座阵法，唤醒阵法需要资源，资源就像是钥匙，需要匹配的准确。因为每座山头需要的资源多，有些山头需要的资源少，但唤醒开始便不能停止，必须成功。若因资源不够而导致唤醒失败，将会被淘汰。但山头需要多少资源，其实有迹可循。话到此处，赵听雪大袖一挥，一幅巨大的画卷在楚风等人面前展开，画卷之上有着10座山头，乍一看没有区别，但赵听雪却指出了10座山头的区别。这10座山头分别代表着需要不同程度资源。血脉机缘山开启后会有无数个山头，但大体也就分为这10种，请几位牢记，到时再自行选择。赵听雪道：既然所需资源不同，那这些山头上所能得到的收获也将不同吧？楚风问：确实如此，可需要资源越多的山头，对悟性的要求便越高。根据我族记载，需要资源最多的2个山头，就算成功唤醒，可也什么都领悟不到。有人说是那2个山头是陷阱，但也有人说是唤醒之人不够悟性，都达到那个要求，所以哪怕唤醒也无法获得力量。因此我个人不建议你们去唤醒那所需资源最多的那2个山头，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个人建议，你们若是想试试也可以去，也许你们的悟性较高，能够从中领悟呢。赵听雪道：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还是可以多次尝试。楚风问：只有一次唤醒机会，失败会被淘汰，成功也只能一次。赵听雪说道：若是能领悟，便可让直接得到好处。楚风问：倒也不会，其实那山头是阵法，若是能够成功领悟，便会得到阵法力量，可若只是如此，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好处，还需要成功获得阵法力量的人足够多，血脉机缘山才会有元阳升起。当元阳升到虚空顶端，会绽放机缘之光，可让阵法力量与身体彻底相融，到时便会使得血脉得到蜕变。赵听雪说道：远古时期成功得到蜕变的应该不在少数吧？楚风问：是，根据记载，血脉机缘山已经开启很多次了，而血脉机缘山内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按理来说时至今日所剩力量应该不多，可既然还存在，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。赵听雪说道。之后赵听雪又与楚风几人客套了一番，也未过多打探楚风几人情况，便让楚风几人离开了。将楚风等人送走后，也按照要求关闭了这钢铁山峰，停止了挑战。赵听雪与赵苍劲再度回到宫殿之中。听雪，我不明白，他们明明是来砸场子的，不仅让他们带走了资源，还告诉他们血脉机缘山的秘密。赵苍劲一脸委屈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钢铁山峰虽是他来开启，可真正的主谋却是赵听雪。此刻赵听雪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面对楚风几人时的柔和，反而呈现出一种老谋深算的诡异。他抬头望着窗外，那个眼神仿佛运筹帷幄，掌控这一切。击败你的人很强，被你击败的那个结巴也不弱，若不利用，是我们的损失。赵听雪道。